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你在做 TikTok 的一个短视频运营，或者说你在做 TikTok 的一个直播，又或者说呢你在做一些外贸引流业务或者说这种亚马逊，那你一定知道一个核心的一个需求，那么就是你需要一个高质量的一个注册代理 IP。比如说我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 Works， 那它呢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洛杉矶的一个技术服务商它是由华人的一个技术团队在美国本土的直接拉宽带，搭建一个服务器，分配 IP 段，再以虚拟化的形式呢提供给国内的一个用户使用。那它主要做的是一个美国家庭宽带也就是一个注册 IP 加宽 VPS 和独立站服务器它是由美国华人技术的美国本土直接拉宽带，搭建服务器，分配 IP 段再以虚拟化的形式呢提供给国内的用户使用。那它主要呢做的是美国家庭宽带也就是住宅 IP、VPS 和独立服务器。那它定位呢确实非常的明确专门为做这种跨境电商跨境出海啦，特别是现在非常火爆的这个 TikTok 特别是这些 TikTok 的美区账号的一些运营用户服务的。那他们的最大特点就是真实的一个美国注册 IP， 网络非常的稳定可靠，而且环境比较干净。也就是说呢，你在使用它的一个注册代理 IP 的时候呢，平台眼中呢，那么你就像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美国居民极大的降低了你的一个平台账号以及像这种 TikTok 账号被限流或者说被封禁的一个风险。就像这个网站拼音点 cc， 在这里如果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果我们用一个普通的一个 ID 呢去进行一个查询，鼠标往下拉，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呢很明显它能识别到这个 IP 的位置，中国台湾。那这也是非常的明显的被识别为一个机房 IP， 那它的风控值呢可以看到呢也是非常的高。那么它的原生 IP 也完全被理解为一个广播 IP。 同样今天我们换这个 IP 来查一下，比如说我们今天介绍了这个住宅 IP 呢，我们这里点击一个查询，那大家往下拉，大家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完全不同这个就是家庭的宽带 IP， 风控值的话可以看到了极度纯净，并且呢可以看到原生 IP 这里它就是一个原生 IP。 那如果我们要做这个直播，或者说你要做一个跨境电商，那我们就需要这种非常纯净的原生 IP。 那么这个 Works 呢，它就是一个自建的机房是一个它接入的是一个 ATT， 这个 ATT 呢它就相当于中国的电信差不多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那它在美国呢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电信在中国的一个地位。那么这个 Works 呢它不是简单的服务器从美国本土的运营商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 ATT 的一个拉专线。那它每条网络线路的话最多可以分配61个 IP 地址，而且宽带最高呢可以达到 1Gp。但是因为需要保留一个管理 IP 呢，每台服务器最多只能分出60个 VPS， 这也呢保证了 IP 资源的一个干净，还有一个稀缺性。那这个 Works 它和一般的一个 VPS 有点不一样Works 呢它不允许用户在它这个服务器上面来搭建一个网站，也不适合用来做普通的一个建站用正是因为这种呢对使用场景的一个严格的一个控制呢，让它呢在做比如说像做 TikTok 或者 Facebook IG 这些平台的时候呢，拥有更高的一个稳定性，还有一个平台的一个信任度，还有它的一个支付方式呢也非常的方便国内的小伙伴也无需担心，可以比如说用支付宝、PayPal 或者 USDT 都可以。今天我就会给大家分享实操演示给大家看，那怎么样从购买到搭建这样的几个过程。那么如果说你要做一个 TikTok 或者美区直播或者短视频账号运营需要一个真实的一个美国的一个 IP 环境来测试这个广告效果的一个投放团队，或者说你是外贸买家做独立站美区引流的，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呢就非常的适合你。建议大家呢可以订阅、点赞加收藏关注不迷路。下期你还能够开启小铃铛，下期还能看到我的一个视频。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有的时候可能
你用普通的 IP 呢去做一个 TikTok 直播，那你可能就说你的播放量几乎为零啊，这种也是非常常见的啊。你的直播可能也没有人看啊。有的时候呢，你去注册，比如说一个 IG 账号呢，可能会被秒封啊，又或者说啊，你的账号突然被限制啊，提现失败或者直接封号等等。那么这一系列的问题呢，说明一个什么原因啊？因为你的 IP 呢不够干净。所以呢，离这种资金比较近的一切行为呢，都是风控啊，都是非常严格的。再次给大家解释啊，为什么住宅 IP 非常的关键。简单来说呢，就是住宅 IP 啊，就是运营商呢，比如说美国啊，运营 ATT 呢，就相当于中国的电信这样的一个地位啊，它能识别到你当前的一个位置啊，它会分配给家庭用户使用。那么一个公网的 IP 呢，它就最接近于普通人上网的一个环境的一个 IP 类型，那各大平台啊都信任这类 IP 啊，也不容易触发一个风控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我用到的所有相关链接呢，都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的一个描述栏啊 ，Works 的一个链接也在视频下方。那建议大家啊，打开链接呢，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吧。其实这类的视频啊，我也是第一次给大家分享啊，关于代理这种信息啊，但现在的需求量确实非常的高哈。因为现在做跨境电商啊，住宅 IP 确实非常的重要，特别是说你做跳投啊，比如说或者做一些直播这些啊，所以这真的非常的重要。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是如何注册的。那大家这里打开 Works 之后啊，这里链接在描述栏和在评论区都能找到。那打开之后呢，我们点击右上角的注册按钮。其实注册非常的简单哈，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你可以填写你的名字、邮箱啊，输入密码啊，创建一个账号就可以了。同时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谷歌来登录啊，这个谷歌账号呢，你可以看到它可以快速的登录，我就用它。注册好之后呢，你就可以点击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产品购买。那 Works 啊，可以看到它提供了1、2、3、4，一共提供了5个套餐。那我简单的呢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这个是个 Satisfy 啊，它是一个独立住宅的一个代理节点。那如果说你只是想给你的设备挂一个高质量的一个纯净 IP， 而不需要完整的一个服务器的环境，那么第一个套餐相当于啊，它提供的就是一个类似一个传统销售代理的节点啊，所以它的一个费用是34.99每个月啊。但是在这里价格呢，大家可能平时关注一下，它有的时候可能活动不一样啊，会有所变动，大家以你实际看到的为准。这个价格可以看在这里面呢，它是属于入门版的一个套餐，那它是属于一个比这个入门版呢只低$1啊，其实区别不大。那么这个它适合什么啊？比如说它比较适合做一些轻量的啊，但是敏感度高的一些网络行为，比如说你登录一些海外的平台运营等等啊，使用也比较灵活哈，它支持各种设备和工具里面配置啊，比如说它这里有一个静态的独享住宅 IP 地址。那么这个 IP 地址呢，它也是有一个自由宽带的一个拉线，并且可以看到这里独享35兆的一个宽带。35兆的话，其实普通用已经够用了。还有一个独享专用的一个 IP 无线链啊，无线流量，这个非常的重要哈。那可以接入一些指纹呐，或者说浏览器，任何这个 Satisfy 的一个协议都没有问题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入门版。配置的话，可以看到是一个2核加2GB 啊，加内存2GB，这个只能说是一个入门哈。它还支持一个 Windows 的一个系统啊，这个对于很多特定需求的用户来说还是非常的关键。相当于呢，你可以远程的桌面啊，可以在美国使用远程的一个桌面，在另外一台电脑上呢，比如说美国那边的一台电脑上呢，独立完成所有的一个任务。我们只需要通过远程桌面呢，就可以登录过去。大家也好奇为什么远程桌面那么重要哈？你可以像操作本地电脑一样啊，再登录一台位于美国本土的一个远程电脑，不需要复杂的代理的设置啊，直接浏览器操作，安装软件，提交资料。等一下后面会给大家看啊。还有对于一些高风控的一些业务来说，比如说纯美国的一个 IP 呢，再加上美国的一个系统环境啊，再加上美国的一个时区组合起来，它就会更加的真实啊，它这样也会更容易审核通过。
所以说有时候呢，比如说你要求特别高，需要一个远程桌面，还有一个 Windows 还是非常的重要啊。比如说你远程 Windows 啊比较适合哪些场景啊？比如说是你要注册美国本土的一个电商平台啊，比如说你要注册一个美国亚马逊啊，亚马逊美国站。那有感兴趣啊，想要注册不知道怎么注册的朋友呢，可以来看我的这期视频啊，美国公司注册亚马逊啊，超详细的一期教程。比如说你运营的啊，或者说你的亚马逊多账号运营，还有你呢需要申请一个美国的一个税号、美国的银行卡等等，还有微博啊、高质量的一些账户管理啊、身份认证啊，还有一些多账号的养号啊、资料的提交。防止设备指纹识别等等，那其实都需要一个 Windows 的一个远程系统啊，所以这些呢其实是需要一个 Windows 的一个远程系统啊。它的一个入门版的话，配置就比较低啊，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只有2GB。如果你想要速度快一点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标准版啊，或者说是它的一个专业版啊，又或者是一个企业版啊，它有一个6核和一个8GB啊，也可以叫一个旗舰版了。那这样的话，你操作远程电脑的时候呢，它的速度就会快很多，硬盘空间也会大一些。那接下来你可以看到这个标准版哈，它有一个4核，它有一个4GB啊，但是它的一个硬盘呢，它有一个40GB。那如果说你的要求特别的高的话，你还可以选择一个企业版或者说一个专业版。那这个企业版可以看到啊，它有6核啊，有8GB啊，有60GB的一个硬盘。那么这个专业版来看一下啊，可以看到它有16GB啊，它有80的一个硬盘啊，这个硬盘呢也算是非常的大了啊，可以看到它里面的功能哈，可以看到这些企业版或者专业版啊，它都有一个静态独享住址 IP 地址，还有独享35MP 的一个选配啊，还有独享一个专用 IP 无线流量。那你想要怎么操作呢？都可以在这个上面来，比如说你做电商园区的这些呢啊，你可以选择啊适合你的一个专业版本或者企业版。那如果我们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创业者一个用户啊，那可能后面这些基本上也是用不上。如果说国内有一些电商基地批量需要搭建这种环境的话，那可能整个园区也可以一次性来搞定。那么这儿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去打开链接来看一下。比如说我们是新手的话，那这里我们可以选择这个入门版先来体验一下。其实入门版呢也是可以用的，如果说以后你要去升级呢，后面我们也可以再升级这儿比如说用这个入门版来给大家讲解，我们点这里有一个立即购买，你可以看到这下面可以看到一些产品的详情比如说2核2GB它的一个硬盘20GB。那么这里宽带呢，可以看到它是有一个35兆最低配置都已经升级为35兆了之前可能价格会便宜一点，但是现在它的配置不一样了，它的价格可能就会稍微高一点。有个别朋友来想着性价比高一点，如果说它的一个配置低了，比如说这里35兆呢只有10几兆，用起来非常的卡，那这样便宜呢其实也没有多大的用也没有什么用。那这个 CPU 呢就是2核内存是2GB大家可以把上面这些呢可以这些详情呢大概了解看一下它也是有一个静态独享住宅 IP。 那么这儿也有一个 Windows它的位于可以看到是美国加州的一个洛杉矶。那么这里你可以看到公寓真实地址为加州洛杉矶尔湾，一个 APP 的 ATT 的一个可能分配其他区域 IP。那网络这里使用的是一个 ATT。 我们接着往下看，可以来看一下下面这些该怎么选。这里网络可以看到 ATT 公寓3 ATT 公寓4-1这儿我们选一个。这里呢有一点大家也可以这个非常的明确不管是 VPS 还是 FOX 所有的产品呢它都是属于一个静态住宅 IP，并且都是属于一个独享专用的一个 IP 所以说它的价格呢有时候你可能感觉会有一点贵但是真实的一个住宅 IP 呢确实是要贵一些。数量在这里你可以看一下，比如说你要买1个或者买3个或者买5个或者买10个这儿呢它有推荐3个。那下面这里宽带你可以选择35兆的独享75兆你看你需要多大的一个够用这儿可以选择一个75兆，或者如果说你觉得35兆够了，你也可以选35兆。
周期看你是买1个月还是买3个月。买1个月在这里可以看它没有任何的优惠，买3个月呢是95折啊，买6个月是9折，买12个月是8折啊，意思就是呢，可能买上1年呢它会更划算。网络这里呢，我再给大家讲一下。那如果说你有多个 IP 的话，你就也可以模拟不同的身份啊，你不需要购买多台服务器，频繁的去切换登录啊，这个一机多用啊，可以提升我们的一个效率。而且它所有的 IP 呢，都属于同一个独享。那独享的一个服务器呢，它就是一个非常干净的啊，几乎啊非常适合用来做这个啊，比如说推个 Talk 啦，或者跨境多个店铺，或者说一些 Facebook 养号啊。还有这一点呢，比如说你的一个 IP 多啊，其实你这个 IP 用不了，那么你还可以换另外一个 IP 来用啊。这儿我们可以看，这里有一个查看 IP 的一个信息，我们点进来看一下。那么今天看一下啊，这个 Works 啊，这里面它也有一个啊关于测试 IP 与住宅宽带 IP 的一个说明。可以看到在这里呢，他们一共部署了4个公寓定位啊，有100条住宅宽带线路，并且呢全部位于同一个地区、同一个安装地址啊。这儿它官方说的很清楚哈，他们只提供这个住宅 IP 啊，这个是真实合法的。看到啊，我们只提供这个住宅宽带 IP， 这是真实合法的。并且呢是基于美国居民区线路的一个 IP， 与任何机房托管都无关。并且下面往下拉啊，还有一个关于双 ASP 的问题的一个澄清。这个双 IP 呢，它不是判定是否为住宅 IP 的一个标准，因为啊，几乎所有的机房 IP 都具备双 IP 的一个路由，那么仅部分特殊用途 IP 为单路由，比如说就像这个 Hostinger 啊，还有一些教育网为单路由。所以说我们不需要以是否是双 IP 来判断IP 的一个性质啊，这里大家需要理解一下。可以看到啊，它是所有的一个公寓均在美国加州洛杉矶尔湾，这是最真实的一些安装地址。还有啊 PIN-O 的查询结果它只是仅供参考的，并不是这个 PIN-O 不好，而是免费使用的啊，它这个说了并非100%的准确。因为 PIN-O 啊，平时你去查询它是免费的哈，所以这个结构啊，大家查询呢只是仅供一个参考。并且在这里可以看到官方这里它承诺与政策，那么他们只售真实住宅的一个宽带 IP， 还有一个换 IP 的一个政策。那如果说你想要换你的一个 IP 啊，它会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如果整段 IP 被送中，也就是被识别为中国，这样呢他们就会免费为你更换这个 IP 段。那如果仅是个别 IP 被送中啊，则需要用户自行付费更换啊。这些呢，大家一定要自己来要看一下，把这些政策这些都需要把它了解清楚。下面还有一点呢，大家需要注意哈。那本服务呢，可以看到它基于真实住宅地址申请的一个公寓宽带接入啊，提供真实住宅宽带环境。购买前请确认使用需求。它售出后呢，不支持退款啊！你在购买之前一定要确认好你的一个需求。那么一旦你买了之后啊，它是不支持退款的啊！有问题你可以提前联系客服啊，这里它会让你直接先去联系客服啊。这里一般使用过的朋友呢，都还是觉得这个 Works 啊效果呢，它还是非常不错的。包括一些使用的人啊，他都会去查啊，基本上这些都是一些真实的一些住宅 IP 啊。目前来说就是这样的。接下来就是说你要选一下，你要买几个 IP 啊，或者3个，或者5个，或者10个啊。那它每一个数量不同啊，它的价格也会有所不同。这个就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进行选择。那么接下来呢，这个宽带啊，你要多少兆的啊？如果说是35兆的话，其实它已经足够覆盖大多数的一个远程办公。不管你是一个账号的运营呢，还是养号、上传资料一些常规的操作啊，一般做这个35兆呢也是差不多。那除非说是你有直播或者大文件传输啊这些高宽的一些要求，那么你就可以考虑75兆或者150兆啊。这里每一兆不同啊，可以看到它价格也不一样啊。比如说我们这儿选个300兆。那300兆呢，你可以看到宽带300兆哈，它的价格就不同了。那如果你选150兆的话，这个150兆它适合什么呢？就比较适合这种高速的这种套餐啊。那比如说你要做一些高清的视频直播呀，还有多账号并发啊，比如说你在做这个推个 Talk 啊，或者说你又在做什么 Facebook 呀，你又在做什么 IG 啊，你是多账号在运营，多账号在直播。
并且呢要同时发很多这种平台，并且你对这个直播的要求也是特别的高啊，所以这里宽带的话，那你一定要选高一点的。大家可以先试一下，不行后面你再去升级也是可以的。那如果你做直播的话，建议你选后面的后面这个300兆的。普通的电商哈，比如说你养个号啦，上传个日常的一个跨境电商的话，一般35兆呢差不多就够了。那接下来这个价格你可以选择月付，你也可以选择这个3个月、6个月啊，这个12个月，前面给大家讲了，买的越久越划算啊，一年就是8折。还有的话，活动它有时候会变哈，比如说你看了当前它不是95折3个月啊，或者说它是8折，或者说12个月它是7折，那它有的时候活动会变哈，以你看到的为准啊。你可以前面的话，你也可以选择先买个3个月稍微便宜一点。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订单总结在这后面呢会有一个你比如说你买的是你选的是啥你的 IP 你是打算怎么付你网络选的是什么这里合计就是102.57美元。那么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它这里会显示真实住宅宽带 IP 资源稀缺，那一个住宅地址呢只能安装1条宽带，数量有限预购重塑它的数量是有限的哈。那么每条网络均通过 ATT 官网正式申请并安装宽带。住宅光纤直连每个 IP 呢均绑定实际的一个住宅地址这个就是真实的一个 IP。这里有一点禁止搭建未经加密的一个代理协议，例如一些不安全的一些协议。那么如确实有需求呢，请勾选我们提供的这个加密版因为它具备更高的一个安全性。如果说你需要这个 Satisfy 需要购买他们提供的加密版你需要具备更高的一个安全性这里也说了它仅供我们科学上网，不可以用它来搭建网站，因为它的端口呢已经关了。这里我们把它勾选一下接下来这里可以看到，如果说你有如需 IP6 的话，提前联系客服支付后则无法增加。所以这些呢大家一定要先确认好，一定要把所有的都弄清楚因为它没有技术支持也不能退款第一次了大家一定要谨慎一点选好之后再去进行下单。那这里我们都把它勾选起来自己再把它再从头到尾呢再确认一遍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点击这里添加到购物车。在这儿呢到了一个付款界面了你可以看一下比如说产品是入门版、区域、网络数量宽带的兆数、价格，这里数量你是买了几在后面可以看到它的这是美元102美元当然这里你可以选择 PayPal 付款，也可以选择支付宝也可以选择 USDT。这是他推荐使用这个 USDT 享1%的一个额度返现你有哪个你就用哪个支付国内的小伙伴肯定是选择支付宝大家用支付宝，直接在这里点击支付宝，就点一个开始支付。接下来呢，你这里点击继续去使用支付宝就可以了。那它会自动的把我们刚才的一个美元换成人民币你用支付宝扫码支付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支付成功之后，可以点击这里的一个用户中心，点击左边的这里一个产品管理，那这样你就可以看到在这个里面你购买的这个产品了它会显示在这个位置。你可以点击后面这里有一个查看这就是可以查看里面的一个详情在这里可以看，你可以把这个续费提醒给它起开启之后呢，后期呢当你比如说你1个月也好3个月也好到了之后呢，它会提醒你你在这里呢去续费就可以了。好 OK， 那接下来就来教一下大家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来配置我们的住宅 IP 系统。那你注册完了之后，那你付完款之后呢，它会向你的邮箱里面发送一些比如说你的服务器 IP 还有远程桌面的一些账号密码等大家一定要把它保存好，可以存在一个记事本里面。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怎么安装操作。这儿我们可以点击这个你已经在产品管理里面找到你已经购买的产品，后面这儿有一个查看，我们点这个查看前面这里跟大家讲了你要到期之后续费这些呢也在这个页面。那这个地方这里有一个系统面板这里我们点击一下它那因为这里我已经安装过了，所以这里需要再重新安装一次如果你是第一次的话，那你这里直接安装就可以。如果说你
像我一样，以后你的系统也是需要重装的哈，可以按照今天的这个方法，比如说这儿我们就点击在这里，直接点这一个重建啊。他问你确定要重装这个服务器吗？啊，我们点一个继续。接下来呢，可以看到这里呢，他让你给你的服务器取一个名字，这儿我们随机一下就可以啊。你也可以给你的服务器啊取个你能记住的名字，这边上面你也可以直接自己打字也是没有问题。这里有一个服务器需要一个有效的主机名，这儿你也可以不用填，这里时区呢，这里你可以选一下，这里有一个倒三角啊，可以这里选一下啊，比如说它这个时区是欧洲的伦敦时间啊，你可以选一下。下面是选择一个有效的操作系统，那就是一个系统景象，这儿我们可以选择这个 U 版图，在后面有个倒三角，我们把它点开，鼠标往下拉。那比如说我选择这一个 22.04这个 GAMM 这个最小版本，点击一下它，选好之后呢，我们鼠标再往下滑。当然这里可以看到，除了安装这个，你也可以安装这个 Windows 也可以安装这个 Windows 系统。那等一会儿呢，再给大家演示。我们先来安装这个 U 版图，鼠标往下拉，拉到最底部这里有一个安装 U 版图 22.04， 让我们点一下这个，点击一个确定。他问你确定在没有任何 SSH 密钥的情况下安装系统吗？那我们这里就直接点击一个确定。那么这里呢，大概是需要等待个几分钟。等一下它配置完以后呢，它会向你的邮箱里面发送提醒你已经好了。那如果说你也正在做跨境电商对我的频道感兴趣呢，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如果新手朋友想要从零到一的去学习如何做跨境电商可以来看一下我的这期视频跨境电商独立站的一个超详细的5小时的一个教程。OK， 这里它已经配置完以后，这个系统已经帮我们安装好了你们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这儿还有一个 IP。那这个 IP 呢，我们复制一下这儿复制一下去查询一下 Ctrl 加 C。那么我们还是到这个 P0.cc 把我们的买的 IP 呢来查询一下，看它是不是美国那边的。这里呢，我们把它粘贴到这里看到这里有个查询，我们点击一下它。OK， 鼠标往下拉，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查出来了，这是一个家庭宽带 IP， 那它是极度纯净的，并且是一个原生的 IP， 说明我们刚才买的这个 IP 没有任何问题。那以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IP 去浏览比如说去浏览TikTok， 去做账号的一个养号，或者 Facebook 的一个养号包括亚马逊这些呢都没有问题。那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进行下一步接下来我们需要使用命令方式呢远程来连接到这台美国的服务器。这里安装完以后呢，它会向你的邮箱里面发送一个验证码里面包含我们的一个 VPS 的地址、用户名还有登录密码。那你可以在你的邮箱里面找到它会把这 IP 地址还有端口用户名还有密码这些呢，它会直接发到你的邮箱。那么这里呢，我也只是给大家作为一个演示等一下呢，我也会把这个系统删掉所以说大家不用来尝试我的这个账号密码。那接下来我们怎么来连接到远程的一个 VPS 呢？那么接下来的步骤呢很重要大家一定要仔细的看怎么来连接到远程的一个 VPS 呢？接下来我们在键盘上面找到一个 Windows 一个像田字格一样的一个键加上一个 R， 那就打开了我们的一个 Windows 的一个终端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在这个可以看到在打开的这个框里面输入一个 CMD，点击下面的一个确定接下来我会用到好几个命令那所有的命令呢，我会把它放在视频下面的描述栏和评论区大家可以去描述区找包括我用到的所有链接呢，大家都可以在描述栏可以找到。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 SSHROOT是这个后面是你的一个 IP 前面加上这几个就可以了。那你的 IP 呢，你可以自己找到，你在产品管理里面可以看到，在这里来一个 IP 信息，下面这个就是你的一个 IP。接下来我就直接把它复制过来，把它输入到后面，直接粘贴到这个后面。粘贴好以后呢，我们按一下回车键，
这里大家注意哈，这里我输入的是我的 IP 哈，你去把它后面这个 IP 换成你的哈，前面就用这个可以看到，前面用这个啊，后面就把这个 IP 呢在后面 IP 换成你的哈，不要使用我的这个，那我的这个演示完已经删除掉了。按下回车之后可以看到啊，它这里会显示啊，问你是否要继续使用这个命令。如果说你之前你也自己在这里试过，那么这里可能会出现一些警告的按钮啊，那也没有关系啊，那么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就直接输入一个重装的命令啊，重装的命令这里我已经放到这里，同样的也是前面呢你就输入后面加上你的一个 IP 啊，让它重新给你安装。那这里呢我就没有的话，我们就直接进行到下一步就可以了。我们在这个后面输入一个 yes。重装啊，它会直接帮你恢复啊。我这里不需要重装，我就直接输入 yes， 就按下回车。那刚才跟大家讲过啊，你的一个密码这些呢，它都已经发到你的邮箱里面了，你可以去你的邮箱里面找到。那么为了方便起见呢，我就把我的这些账号密码这些复制下来。OK， 那这个位置呢，我们需要再来粘贴一下啊。我们一开始的 IP， 把它 Ctrl 加 C， 把它粘贴到这个后面啊 ，Ctrl 加 V， 点一个回车键。好，接下来啊，这里呢，在这个位置可以看到，它要求输入我们的一个密码。那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密码给它复制过来，粘贴一下。那么你粘贴好了之后，在这里它可能不会显示任何信息哈，不过不用担心，其实我们已经粘贴进去了哈，因为这个名字都是密码，密码它是不会显示出来的。那你粘贴好了之后呢，直接点击一下这个回车键就可以了啊，它已经跳出来了。好，这个时候啊，在最底下这里呢，我们需要输入另外一个命令。啊，就是这个 XUI 的一个配置命令，这里所有的这种指令呢，我都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了，大家可以去找一下。我这里把它复制一下啊 ，Ctrl 加 C， 把它粘贴到这里 ，Ctrl 加 V， 然后再按下回车键。那这里需要稍微等一下，因为需要获取一下我们的用户名和密码，要稍微等待一下。安装这个 XUI 的话，它可能会根据你的网速哈，有时候呢网速进度快的话，它就比较快；网速慢的话，那可能稍微要多等一会儿。那这里大家也不用着急啊，安心，只要你的命令没有错误的话，安心的等待就可以了啊，你不用进行任何的操作。好，接下来你会来到这一步啊，在这里可以看到最下面它会出现一个 Y-N， 那到这个地方呢，我们直接按一下回车键就好了。好，接下来你就可以获取到你的面板的XUI 的一个面板的登录名和密码。那这里我们就把这个密码和这个链接呢，把它复制下来哈，你可以把它粘贴到一个记事本里面去备用。那下面这里你可以看到这儿有一个链接哈，把这个链接呢去给它复制打开一下，在新窗口呢就需要我们去登录用登录名和密码。第一个这里就是我们的登录名啊，第二个就是密码啊，第三个呢这是一个端口。那你用密码啊，用这些用用户名和密码去登录成功之后啊，它里面有链接哈，用链接去登录。登录好了之后呢，你去把这些面板的设置啊，常规的那些啊，去把它设置一下，去把这个 XUI 呢，去把它部署一下就 OK 了。部署好了之后呢，就去添加一下代理节点。那么大家按照步骤呢去操作就可以了。好了，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给大家分享到这里。那当你设置好之后呢，你可以去运行一下看一下，如果运行速度比较慢的话，那么你想要速度快一点，那你就要去升级一下它啊。今天就简单给大家讲了一下啊，搭建一下海外住宅 IP 的一种方法啊。如果说你正在想要做一个海外的跨境电商啊，那大家可以一起去看一下。那这里相关链接呢，我都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啊。如果说你是一个新手朋友啊，不知道做什么，建议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做无货源的虚拟产品。之前有给大家出一期无货源独立站的教学啊，从注册、选品、铺货到发货啊，是非常详细的一些教程啊。感兴趣的伙伴可以来看一下我的这期视频。如果说你的跨境电商店铺已经弄好之后呢，但是还不知道如何去设置这个收款啊，不知道怎么样去用什么收款方式呢？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我的这一期视频啊，去申请一个收款方式，申请一个Stripe的账号啊，这也是一期非常详细的教程啊。这里我会把相关链接呢放在视频的右上角。本期就给大家讲到这里了啊，喜欢我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